人说，全世界最危险的两个地方，一个呢就是乌克兰，另外一个就是在台湾、台海两岸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其实它的情势很紧绷。那么俄罗斯之前也宣布从这个乌克兰边境撤出了首批的军队，但是呢，因为西方国家认为说他们没有看到证据，那么隔天呢，他又从克里米亚的一个军演的结束之后，他也撤出了一些部队这样子，同时他也公布了影像，但是呢，美国总统拜登依旧是不相信，他还是认为说战争会一触即发。老师刚刚也提到说，在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这件事情上，美国也不可能会出兵。那么美国它的战略上是不是有一些错误？拜登在这个整起的事件上面，老师有没有看出美国是不是犯了一些错误？我倒觉得说，美国不止没有犯错误，而且是美国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算计哈。因为你想想看，基本上美国利用这个乌克兰的事情，它可以赚得多少的好处？第一个，它可以对欧洲人去传达一个概念，你看俄罗斯是好战的，对，是好战的，基本上他永远对他的领土的野心从来不会停止的。好，或者对他来讲，他就是一个真正欧洲的一个对手。那换言之，他希望透过乌克兰的事件，让欧洲跟俄罗斯之间大家不断在发生一些局域。这时候美国就会说：“那你北溪2号，我告诉你们不要建，告诉你们应该停，你们就不听。你看看，如果你们基本上将来天然气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手上，那你今天下场是怎么样？这是不是第一个？第二个呢？当这个战争一出来以后，欧洲的包括乌克兰是不是会非常的惶恐，非常的紧张？那你看股票一定是往下跌嘛。那当全世界越有战争倾向的时候，它的资金一定往美国回流嘛。所以对于美国的美元，事实上是绝对有帮助的嘛。那第三个，他又等于再一次的告诉乌克兰，就是说你到底要相信谁？你现在可以确定了吧？你到底应该靠我美国才是对的，而不要靠俄罗斯。好，那现在就变成第四个，欧洲人怎么处在一个很大的困难？因为欧洲人在面对俄罗斯，他的看法跟美国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记得在你的节目讲过，其实欧洲跟俄罗斯之间，他们是算是几百年来非常。对不对？有姻亲的关系，有互动的关系，而且在经济上，在天然气上面，他们都是需要的。对，所以天然气经济上需要的，而且在情感上，它没有像美国跟俄罗斯这么样的一个对抗。在美国的话，你俄罗斯基本上就是一个天然的敌人，可是，在欧洲的大陆上说，俄罗斯对欧洲人来讲不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敌人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美国呢，它当然就是说，它可以不断的去运用这些东西，发挥影响力。那欧洲呢？我是认为说，欧洲可能对他们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，他应该重新再思考，就当时马歇尔计划如何让欧洲的崛起。其实欧洲这些国家，包括法国跟德国，他们一直忽略了一点时间，忽略了一些因素。什么因素？就是说，他应该早一点对乌克兰进行大量的经济援助，让乌克兰这个国家变得更为的富有，经济问题能够解决，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所在嘛。那乌克兰自己的内政又不争气，对吧？选出一个泽连斯基出来，就是不断的，我刚刚讲又在玩这个乌克兰的事情。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，整件事情来讲，你说是美国的一个失败，我认为不是美国的失败，我认为这是美国的在国际社会中，它如何能够取得它最大的利益之所在。就像什么？就像在两岸今天的冲突过程中的时候，美国也在打它的牌啊。对，美国利用两岸关系的紧张，可以做到什么？可以塑造大陆是一个安全的威胁者。对，因为你看一下，天天要打台湾嘛，你天天制造南海冲突嘛，你天天制造台海的冲突嘛，所以美国不断的去制造东亚的冲突的情况下，它可以把大陆塑造成一个东亚地区的威胁者。在这个情况下，美国可以组什么美澳英的三边的军事同盟，美国可以搞四边对话，美国可以五眼联盟，对，美国可以在这个地方，它要印太的经济区。他所有东西把这边搞得很紧张以后，大家就觉得说，美国最好你留在亚太地区，最好能够留下来帮我忙。那留下来帮我忙，对不对？美元你要用，美国的军事是不是？美国军火商，你看看美国的军火商在这一次的乌克兰问题上，他赚了多大的利益啊？同样的，在两岸的这个冲突上，军火商发了多大的财啊？所以不要低估了美国的这一个战略能力。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，乌克兰的事情。不要把它当成是美国的一个战略挫败，而应该当作是美国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思维。但是我们必须要讲，你这个思维的动机到底是为了谁嘛？
国际社会的动机是应该为了国际的和平嘛。可是美国现在所有的战略思维是为了美国的霸权、美国的国家利益嘛。所以换言之，他的所有的东西的确最后是照顾了美国的利益，可是最后因为他这个动机是不良善的，所以造成的结果对世界是不好的。老师这样听起来，乌克兰危机对美国来说，美国倒是个赢家，就说他的战略思考上面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看起来他似乎是个赢家。但是对于欧洲其他国家，还有俄罗斯以及中国来说，还有谁是在当中得利的吗？是不是整个的输家就是乌克兰本身？我觉得得利的当然也是乌克兰事件，也是中国大陆啊，包括俄罗斯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，从冷战结束，甚至是普丁刚上来以后，普丁整个的骨子里面还是把欧洲当成第一要务嘛。包括你说习近平上来以后，他最重要的还是美国关系嘛。我刚刚不是说到美国去访问，搞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吗？可是美国人更不理他嘛。也就是在原来来讲，俄国跟中国大陆都没有想要跟美国为敌的。可是美国就是他自己所有在盘算他自己的利益，盘算到最后以后，那造成了中俄之间就走在一起了嘛。简单来讲，这个中俄现在的关系变得这么友好，甚而是一种类似结盟的关系，不是他们两个要的，好不好？是要谢谢美国的，是美国因为你这边乌克兰的事情，在这边又搞台海的事情，把两个人就搞在一起了嘛。所以大家有的当然西方的观察就说了，你看中俄开始结盟了，变成一个新的轴心国了，他们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。结果是或许差不多，可是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刚刚讲，俄罗斯整个的重点还是在欧洲地区，包括它的核心的战略利益，一个是高加索，一个是乌克兰的边界。这是它的所有地缘政治。在亚洲没这个问题啊，日本不会挑战它的领土，中国大陆也不会挑战它的领土啊。那只有现在的北约东扩会影响到它，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美国也不理它了，欧洲呢又跟它有一些冲突，那这个时候他当然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帮他什么？帮他天然气的问题，帮他原油的问题，因为他是一个靠天然气、靠原油去发展的国家嘛。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也更好，那我正好我的经济发展也需要原油，也需要天然气，双方面是一拍即合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大家互相让步，就我刚刚讲，那我确保我给你讲一下，北约东扩可以适可而止。那这个地方台湾我也支持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立场，所以搞到最后以后，台湾又被别人拿出来消费一次啊。老师，如果说在这个乌克兰的危机解除之后，会不会美国再另辟下一个战场？台湾会不会是下一个战场呢？我觉得美国会在各个地方去找他们要的地方。我希望台湾不是一个下一个战场，因为台湾现在已经是战场了。我觉得已经是战场，已经是战场。对，所以说我们就刚刚讲的三个问题，就是乌克兰的问题，包括我们台湾这个三个问题，我们真的要弄清楚。比如说我们在思考我们的安全的时候，绝对不要忘到第一个原则，就是地缘政治，跟地缘经济。因为我们人是一个地理的动物嘛。对，我们是一个地理动物，就是说我们一定是跟我们的周边比较更相近嘛。我们中国常常讲一句话说，远亲不如近邻，对吧？你远方面就算你是亲戚，也比不过你旁边的邻居啊，因为这个人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嘛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思考我们安全的时候，一定要从地缘政治去思考，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讲法。你连你的邻居关系都不好，你天天说我在高雄或者美国有一个好亲戚，这有什么用呢？同样道理，台湾对我们最大的启发就在于说，我们要帮我们周边的朋友关系搞好。那这一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朋友，最重要的一个亲戚就是中国大陆嘛。所以民进党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当你在2016年蔡英文上来以后，9·2共识都不认了以后，那请问一下，两岸关系还有什么未来？那中国国民党在最近把9·2共识也开始提出一些质疑了。那请问中国国民党有什么能力去处理两岸的问题？当国共两党当国民党跟民进党都没有办法处理两岸问题的时候，包括像柯文哲也最多讲一个两岸一家亲。那对于一个我们周边这么重要的一个中国大陆来讲，我们都没有一个完整的两岸的和平的安全的大论述以后，而只剩下唯一的一个就是美国。对，民进党现在抱美国大腿，我们的朱立伦主席要赶快赶到美国去。那请问一下，美国的关系再好，能够确保台湾的安全吗？就像乌克兰的关系跟美国再好，美国不会出兵乌克兰的。
美国了不起在乌克兰的周边布军队，美国了不起就是要什么向其他国家卖一些武器给乌克兰，或者美国自己出售一些东西过去，美国的军火商是赚饱饱了。可是对乌克兰最终的问题还是你自己要去面对的嘛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。可是为什么我们台湾就是想不通呢？我们还在那边期望说美国保护我们，不要忘了。淑芬，我们今天的题目一开始破题是上海公报50周年。对，我跟各位讲，50年前的228，美国就已经把台湾摆在一边了，美国就已经要告诉中国大陆跟全世界，美国开始要跟中国大陆准备建交了，而建交的前提就是撤军、毁约、断交。那台湾其实就已经被出卖一次了嘛。那50年以后，我们还在一天到晚期望说，你看看美国参议员通过这个法案，众议院通过安全法案，大家通过的法案好像对台湾很好，但是我就质疑一个，那个天花板到底过不过得了？美国对台湾最好的方法就跟台湾建交嘛，对，然后跟台湾成立一个军事同盟嘛，请问他敢不敢？他不敢，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违反了50年前的那一个上海公报的开始的基本精神嘛。老师，我们回到就是说，一开始我们谈到的上海公报签署了50周年，在2月28号这一天哈，是一个日子，刚好是50周年。从这50年来的演变，我们刚谈到了很多中美台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演变的变的部分，那么还是会有一些不变的部分。那刚刚老师也提到了台湾，我们以乌克兰做例子，看到乌克兰他们自己没有能力来处理自己的这个跟俄国之间的关系，所以导致现在他们的国家命运也不是在自己的手上。回过头来看台湾，台湾现在是不是要试着有自己的主动权来处理两岸的关系？但是这个主动权怎么看待？蔡英文有办法有这个主动权吗？薯片，我跟你讲，台湾人看乌克兰，他有2种心态。有一种心态，你看台湾就是乌克兰，为什么？你看看乌克兰面对的最强大的敌人就是俄罗斯，所以台湾呢面对最大的对手呢就是中国大陆，或者我们敌人就是中国大陆。所以说呢，台湾跟乌克兰一样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朋友来保护我们。好，这个东西是把台湾当成乌克兰，认为台湾的处境就是乌克兰。那还有人更天真认为说，台湾怎么会是乌克兰？乌克兰绝对比不过台湾，因为乌克兰的地理位置没有台湾重要啊。对，乌克兰了不起就是东欧的最边陲一个地方，那台湾可不一样了，台湾是亚洲地区的最重要的一个门户，所以说他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说美国不会出兵保护乌克兰，但是美国会出兵保卫台湾，这很天真的，台湾就有这种想法，就是同样一个乌克兰，台湾有不同的想法。那最终一个结论就是台湾比乌克兰还更重要，因为台湾比乌克兰更重要，所以说美国一定会来保卫台湾。好，这是第一种想法。那第二个呢？你刚刚谈的问题，台湾需不需要自主权？当然需要自主权啊。安全的事情，请问一下，每个国家是不是都更在乎自己国家的利益？那安全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。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护呢？安全保护有几种方法嘛？一个就是你尽量买更多的武器嘛，用武力的对抗的方式来确保你的安全。那自己武力不够的时候，才希望别的国家卖给你更多的武力或者更多的结盟对象嘛。这就是传统上我们基本上现在所谓的安全的策略。好，但是这种安全，那你要考虑你国家的国力啊。因为你的安全的军事的防卫力量跟你的 GDP 是成正比的。那另外一种安全的逻辑就来自于，只有和平才是最好的安全嘛。和平才是最好的安全。但这个部分可能不是美国所乐见的。美国他是不乐见，但是你真正做，美国也不能反对，因为追求和平是大家的普世价值嘛。因为美国在上海公报里面还有一句话，美国就认为说，两岸的问题还是希望能够和平的解决。所以美国基本上，它虽然是做一个国际的一个霸权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台湾有自己的自主权，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智慧跟能力去推动两岸的和平嘛。那现阶段来，两岸是一个敌对状态。现在两岸有很多的政治难题，那我请问一下，那我们应不应该去处理这个问题？那你如果不做的时候呢？那只是民进党做，民进党现在已经不可能，我给你100%包票，民进党已经不可能再处理两岸问题，而且民进党不止不处理两岸难题，而且民进党还希望两岸的政治难题越来越加深越好，
因为越加深两岸的政治难题，越让两岸关系敌对升高，越强化他在台湾的所谓的抗中保台这个大论述嘛。这是民进党的策略。那国民党呢，应该怎么做？国民党当然应该要化解两岸的政治难题。可是你看这2天，不是中国大陆的政协，他们的政协报，他说了一个什么？我们的这个2位的立法委员是所谓的暗读啊。那这代表什么？就是他们认为说，国民党内部已经有很多人的主张，其实跟民进党已经大同小异了。民进党是明读，那国民党内部有人是暗读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那国民党跟民进党都没有办法跟北京有一个相当大的互信的基础，请问两岸的问题怎么解决？几乎是没办法解决了嘛。那没办法解决，那美国那当然这时候是最高兴嘛。就像美国希望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冲突越冲突越好，所以即使你刚刚讲的俄罗斯已经准备要撤兵了，美国就说我不相信你，你撤兵过2天又回来了，因为他希望这个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一直不断在那边烧到以后，就让欧洲觉得北约需要我美国，那基本上乌克兰内部也需要我，国际的金融也需要我美元，那军火商也让我美国赚得很多的利益，牺牲的了不起是乌克兰，关美国什么事啊？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，假如我们真正爱台湾这个土地，我们也认清楚，我们现在最大的对手跟挑战是来自于中国大陆，那我们就是一个选择：你要跟他坐下来谈去解决问题，还是必须把我的命运压在美国的身上去解决这些问题？但是乌克兰今天的所有的情况已经给我们很大的警惕，这个自己的问题还是要自己能够解决。自己的问题还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哈，就国家的问题还是要掌握在自己的命运的手上。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。